三界分为天地人，天界毫无疑问就是大名鼎鼎天庭所在的地方，人界自然就是凡间，里面生活着无数的凡人，而地界就是三界万物生灵死后要去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冥界地府。三界万物都逃不掉生死轮回，就连神仙也不行，所以地府就看似恐怖和邪恶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地府的创立其实都是为了三界生灵，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的一段时间中，其实并没有地府的存在。那时候万物生灵死亡之后，灵魂也会随之消散，那时候的死亡是真正意义的死亡。而地府创建之后改变了这个现状，万物死亡之后还有轮回投胎，所以地府的创建本是善意之举。而三界之中，地府也是最神秘的地方。传说冥界的土地范围是三界中最大的，人界和天界的总和也赶不上的，而冥界的深处也藏着许许多多强大的存在。天庭跟地狱被人间分割开来，双方甚少交集，也就自然有人好奇，若是天庭和地府开战，结局会怎样？如果天庭和冥界打起来后，哪一方会获胜？你觉得哪一方会获胜呢？双方实力，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双方的组成结构。天庭最顶端毫无疑问的就是三清四御，还有玉皇大帝。玉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庭主宰，是因为他历经1750劫难，每一劫难需经129600年，核算起来就是玉帝修炼了几亿年。所以不要以为孙悟空把他打到桌子底下去，那其实是电视剧的效果。而地府呢，地府有酆都大帝和东岳大帝，底下还有着六方鬼帝。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中间战力，天平千万神仙中的绝大数其实都是文仙，并没有什么武力之武将，有二郎真君、哪吒三太子、托塔天王李靖、太乙真人等等。而地府却不一样，冥界之中本是弱肉强食之地，所以诞生出了数以万计的鬼将、鬼修鬼。虽然名气没有天庭的大，但能以数量取胜，决战以量取胜。说起数量取胜，那么基层战力悬殊更大，天庭天兵天将数量其实才80万左右，而地府因为面积大，而且三界生灵死后都要去地府轮回，所以需要更多的鬼兵来看守，这个数量可能比天庭80万天兵要多出10倍不止。虽然天庭天兵都是精锐，地府兵马可能单独比不上天庭的精锐，但架不住地府掌控轮回，拥有无尽的生力军。或许战争的初期，因为高端战力被牵制，中端战力稍落于天庭地夫，打起来会比较艰难，只能用无数阴兵鬼差的性命去填。但别忘了，地府还有轮回的存在，三界六道生灵死后都得回到地府这个大熔炉，除非魂飞魄散，否则地府的兵力只会越打越多，甚至打着打着队友全都变成了敌人，就算没战死也能被气死。相对于兵力无穷无尽的地府来说，天庭作为编制单位，一个坑一个萝卜，它的兵力就明显有限的多了。用有限的兵力、有限的法力、有限的法宝去对抗无穷无尽的鬼差，纵使再精锐再强大，也将被覆灭，然后化作地府的一部分，再去对抗天庭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地府最不济也能跟天庭打个平手。而中间战力，我想双方可以战平，或者是地府略微占下风，但是地府中隐藏着一件三界之中最强大的法宝，大家可能想得到，它就是生死簿。生死簿只要上面有记载的人物，都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死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我们能发现生死簿第1名就是玉皇大帝。传说中，生死簿如果写下一个人的死亡日期，那么连大罗金仙也逃不掉。大罗金仙代表什么？就是三清四御之下的神仙。所以生死簿也有着绝对扭转战局的隐藏的大 boss。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真正能影响胜负的顶尖力量，酆都大帝和东岳大帝带领着手下的六方鬼帝战三清四御，能打过吗？答案是不能。地府的顶尖力量只能和四御相当，那么上方还有三清怎么办？上面我们说了，冥界很大，冥界深处隐藏着许多恐怖的存在，其中就有一位三清灵旗手也打不过他，他就是地府的创建者后土娘娘。后土一词俗称地母娘娘，是统辖所有土地的神祇，不是管理一境的土地神。
唯一例外是在坟墓上供奉的后土神石碑，指的是守坟的土地神。最早见于《尚书》，武成告于皇天后土，《左传》文公18年，始主后土，以魁百世，周礼、春官、大宗伯、王大丰，则先告后土等。后是君主的意思，后土就是管理土地的君主。汉代见后土祠，皇天后土对称。宋代杨照重修太宁庙记说后土为土地最尊之神。后土为道教四御之一，俗称后土娘娘，主掌阴阳生育，是四御中唯一的女性神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后土皇帝指称为阴帝者，五方相承，五气凝结，复在江海山林屋宇，故日天阳地阴，天公地母也。后土神在台湾普遍被称为地母，而不被称为后土，通常的称呼有地母至尊、虚空地母等。相反的，在台湾的后土常是指坟前守坟的土地公，二者神格相差甚远，性别意义，一为男神后土，一为女神地母，地母娘娘及后土娘娘。后土是道教神明，全称为承天，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神旗，为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4位天帝，神位极高。周礼载王大丰则先告后土，左氏云：君履后土，而代皇天，皇天后土，时闻君之言。后土神亦为主宰大地山川之大神，与主宰天界玉皇大帝同样受人间崇敬。西汉文帝公元前179年诏令天下统一祭祀地址后土，规定冬至祭太一，夏至祭地址。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命建后土祠，亲自祀拜，如上帝礼。此后历代帝王皇朝皆列入祀典。大约在唐朝公元618年以后，由于国人观念天阳地阴，男为阳，女为阴，后土神遂渐奉为女神。唐杜佑通典记载，坟因后土祠为妇人像，民间乃称为后土娘娘。唐代并有后土夫人传，而后土夫人此以扬州最盛，并指源自西汉。宋代以后，道教列为四御尊神之一，执掌阴阳生育，万物之美与山川之秀，道观并设后土殿。民间见后土娘娘祠，每年农历10月18日，相传是后土娘娘圣诞日，隆重祭祀之。地母又称天公地母、皇天后土、地母娘娘、地母元君、地母至尊、后土。其地母圣号为无上虚空地母至尊。地母至尊圣诞日是农历10月18日，不论老少职业，每个人都应向地母供香，表达虔诚的敬意，祈求地母至尊神灵庇佑，并保世年国泰民安，百姓五谷丰收，百业亨兴，人人安居乐业，常享太平日子。在天庭没诞生前，它就已经存在，因受不了万物死去，后土娘娘突破到了圣人界，最后用修为画出了6道轮回，也就是地府的核心系统，让万物死去之后有了再来一次的机会。从那以后，后土娘娘就隐居在了冥界之中。圣人界是什么概念？三清四御顶多算是半部圣人，三界之中仅有的几名圣人之一就是后土娘娘，所以后土娘娘出山，天庭必败无疑。神话本就是个人猜想，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见解，希望评论出来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讲到这里了，希望点赞、评论、关注一下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